第一次來到法國巴黎，會是怎樣的一個體驗呢？像是來幾個巴拉景點打卡的感覺。讓我們來看一個男人狂想自己凱旋而歸所建造，卻躺着穿越了凱旋門。從反對到認同，帶有愛情故事並象徵法國的埃菲爾鐵塔，曾在2019年燒毀的部分，並在2024年浴火重生的聖母院，我相信你有攀爬過它。而這一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我來到巴黎，竟然可以遇到大學同學，而我的同學也是 very nice， 大拇指的向導，一定是大拇指啦。讓我們見證全球化如奧運或是工業融合建築與文化所帶來改變的巴黎。歐派旅人 Episode 6 Welcome to Paris。在到巴黎之前，必須說這是我經歷一次最晃的起飛。雖然對一些人來說不算什麼，但這確實是記錄下了我最真實的恐懼。晃動結束後，手都還有點抖。所以剛剛他從上面下來，他又往前，又要再上去了。波浪狀的手扶梯你有見過嗎？我第一次看過。這裡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圓形的建築物，有個大天井，中間剛剛我們穿越了一堆穿越道，清水混凝土製成。首先我們抵達了戴高樂機場，接着穿越了一段巴黎市區以後，我們抵達了蒙馬特聖心堂。而在這裡，我們就俯望着我們即將前往的城市巴黎。而1814年的巴黎之戰，反法同盟也在這個高地對巴黎進行炮擊。可以說，歐洲到處都是歷史，而他們也非常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歷史。在經過終身的洗滌後，我們來逛逛蒙馬特吧。OK， 我們第一個點就是這一座聖心堂，大家有沒有看到？非常的壯觀，然後人也是超級多，前面就只有前面這一小段而已，它後面很高呢。剛剛繞到那邊，還看到那個埃菲爾鐵塔，就在那個樹梢裡面。然後這邊就是所謂的畫家村，有點像那種草上演的藝術村。走進他們廣場，就可以看到畫家們是帶着自己的作品來販賣，又或是在現場繼續完成作品，而有些是直接在現場繪制遊客的肖像。完全繞到外圍，所以我也不曉得這邊是哪。就是這一整個山丘，幾乎都是這些藝術家的痕跡呀。我們就突然走來這個電車站，準備啟程。這邊是巴黎的街景，可以看到各個角落的樣貌都不一樣。果然來歐洲要用廣角。這算是巴黎邊緣的街頭，可以看到有一些小攤販啊之類的。烈日當天啊，這邊我們直接到凱旋門，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上面其實是有月亮的。老實講，我自己都沒有想到，今天第一天就直接來到凱旋門。這意思其實有點像那個布達佩斯的時候，就直接到英雄廣場，其實是一樣的意思吧，差不多意思是先烈嘛。首先給大家看到的，說不定就是拿破崙視角。在抵達凱旋門下，親眼看到整個凱旋門的大小，實在是令人非常驚嘆。我甚至要用超廣角才有辦法把它整個拍下來。而巴黎給我的第一印象，跟大家所描述的所差無幾，確實可以看到它繁華的一面。而你說髒嗎？城市垃圾也是不少，但歐洲城市就有一股協調感吧。這就是來到巴黎的第一印象。然後其實跟大家講的差不多。好吵啊，有些樹葉。一到假日，我可是不工作的哦。這大概就是歐洲人的chill感吧。這時的季節，夏末即將入秋，落葉配上老派的街景，實在是令人着迷。這也為我探索花都巴黎揭開了序幕。而在這邊也跟大家預告一下，我們下一集會前往南法哦。不想錯過影片的話，不要忘記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哦。讓我們繼續回到巴黎。又來到 Novotel 又是我們歐洲旅遊的好朋友。當服務生終於補過了，可
可頌，聽到這聲音嗎？超爽！吃完飯店早餐後，我們離開相對現代化的城區，直接前往我們心目中的那個巴黎。我們心目中的巴黎不代表髒髒舊舊，而是那個充滿文化，並在時尚尖端的那個巴黎。埃菲爾鐵塔比想象中還要大好多。大家可以想象埃菲爾鐵塔的大小，一隻腳大概就可以裝下一個登山纜車。這當然不只是形容詞，裡面真的有電梯。這就是埃菲爾鐵塔之下，真的很大。就是我從水道橋那時候就覺得，哇，怎麼一直看到都是這麼大？我們在這邊即將跟鐵塔再說一次再見了。這畫面是很美，這個天空超帥的。我都懷疑一早在那邊飛的這些飛機是故意的，故意用出這些線條，讓這座城市的這個代表更有那種光輝的性質。當然，這邊不只有觀光客，還要注意這些簽名人的出沒，一不注意可能會被搶劫哦。接着我們踏上路程，看見塞納河、方尖碑、法蘭西學院，最終來到了這裡。看看我們到哪裡了，各位，在我身後這個就是羅浮宮，我們來進去一探究竟吧。這就是這四周的樣子，所以在我身後這就是日出的太陽，中間是貝聿銘設計的那個金字塔，然後有很多荷槍實彈的軍人在這邊巡邏，因為這邊好像曾經有恐怖攻擊嘛，我有點忘記。對啊，怕那個歹徒來搶東西，來搶文物。結果在回國不久之後，新聞馬上爆出了搶劫的事件，這也太扯了吧！现在是不給開放走了。我们现在到羅浮宮裡面，羅浮宮的地基，這邊就是護城河。這邊有個有趣的點可以跟大家分享，每一塊磚上面都有專屬的簽名哦。哇！這邊有各種的雕像，因為當時的很多神話等等。這邊是亨利2世的 H， 普羅米修斯。剛剛走上來的大樓梯，從這裡上的，然後這邊也有樓梯上的，然後這裡就是勝利女神。鎮館三寶之一勝利女神，各個角度都呈現 V 字形，據說是紀念一場海戰的勝利。鎮館之寶之二維納斯，愛神丘比特他媽，體現了當時對女性的審美。鎮館之寶3蒙娜麗莎，這大家應該耳熟能詳，唯獨特別的就是比想象中的還要小。1月、2月，然後一直到6月。2025年10月19日，在我当时所在的阿波羅宮發生了一起竊盜案，據說是用鋸的把這個櫃子鋸開，而被偷竊的展品如上，而這也是體現了法國的一個黑暗面吧。在我們正前面這邊呢，那幅小小的畫叫《蒙娜麗莎》，對，人超級多，多到一個不可思議，知道嗎？這裡超多只有在博物館裡面，應該說在網絡上面才看得到的一些畫作，那邊還有一大堆，所以有興趣的一定要進來看一下。參觀完了。就到羅浮宮的出口，這邊出口一出來呢，就會來到這個倒金字塔，實體的金字塔，然後配上一個虛的金字塔，互相點對點的這樣呼應，覺得還蠻不賴的。圖鍋就是田螺，都會看一下。最喜歡吃田螺。
不一樣，它有2只鴨頭，蠻厲害的，給你幾年，熊和林。少女的酥胸。就在我吃完法式田螺餐，我們也迎來了2位神秘嘉賓，也就是我的同學朱瑜與她的男朋友崇安。因為我們一定要讓你體驗，就是坐在這邊，然後看起來很臭。哎，我要超飽哎，很重，所以你要自己。這個是那個一個很有名的甜點師，它的那個帕林內熊熊棉花糖，去布列塔尼的時候，它就超好吃的，就只有在那個阿特利耶才有。所以你們應該天天看。你自己印的？對啊，好帥，謝謝。好像是什麼神殿。他家住在這裡。我是傭人。厲害。這個。这是要給我們的嗎？對。謝謝，那請。這裡偷偷業配一下自己。我們在港香湖。只要有你喜歡的模型或工具想要列印，都可以聯絡我。那你也是星際大戰？算是啦，其實我是從 Star Trek 開始。星際迷。對。有地陪啦。大學同學。有一點小小的入境隨俗的闖紅燈這件事情。它就是 LV 後來買下來的 Semaki 蛋白。然後他就是關掉了，他想要保護這棟建築，然後就買下。後來是因為陸續很多新的百貨公司開始很厲害的，然後他們後來就漲，所以上面這些都是古蹟。它是第一個有電梯的百貨公司。八香葉掌秋實，會想念台菜嗎？我其實還好哎，講真的還好。我覺得我是歐洲人，但是有可能只是因為是旅遊的關係，感覺不太一樣。就只吃這幾天。巴黎的市政廳，每一區的小市政廳，社區活動中心。对，有點像這樣。那你們待久了，這些數字區你們會分得出來它的位置？其實它沒有很有邏輯，所以其實要住久你才知道，它沒有按照順序。對，看一下。哎呦！小心看看法文的便便。嘎嘎，這邊就是龐畢度，這應該是它的背面，難怪當初會反彈這麼劇烈，全部露出來是怎樣？對，我們現在這邊就直接到了龐畢度的正面，然後這個就是它的超級巨大的樓梯，哦，是電梯，好可惜啊！現在已經算是它非常淡季，我之前每次來的時候，這邊都會超多人。龐畢度藝術中心將於2025年9月開始休館，下一次開放大概就是2030年了。我第一次來，而我也趁最後的這個時段來內部一探究竟，能在這個時候到訪也是非常幸運。就像這樣。然後他們蓋起來，就像前面看到那個綠色那個垃圾。這邊後面這一個就是巴黎的古監獄。投幣之後，他們就開始設一個 slot， 然後我覺得這樣還蠻好，大家就會分段進去，這就變成說你都不會遲到。這就是白天的聖母院，觀光客真的是超級多，跟昨天完全不一樣。我覺得你那個50塊夜遊巴黎真的很值。這裡我可以講一個小小的故事。之所以他們可以重新完整的重建的下來，是因為刺客教條之前有在這邊做一個法國大革命的這個遊戲嘛，對不對？然後他就整個聖母院都掃描過了，就說這個掃描的模型給他們就做重建的一個模型的基準，然後讓他們有辦法重新蓋出來。對，不然直接燒掉真的太可惜了。是啊，你都已經參觀這麼多地方，喝奶嗎？喝。我不喝奶。喝水。哇，感受到崇安品味不錯。可是這裡面很熱，都坐在裡面。沒救了。Thanks。刚才那個姐姐很漂亮，對不對？這是有得獎。哇，2018年得獎。哇，對，香的嘞！我幫你們兩個拍照，好可愛哦！我們要跟他合照。哇，感覺很柔。有沒有跟你在飯店吃的？它那個 butter 味很重，差多了，荷爾蒙。它裡面有那種 butter 的發酵味。超高級的 baby。現在有打折哦，用我的折扣碼。靠，它居然有折扣碼，傻貓眼！來聽聽這個聲音。Crunchy。再來到了推薦的巧克力專賣店，種類非常的多，而我最後選了相對苦澀的巧克力，這就是個人偏好啦。緊接着就是巴黎地鐵處男秀，第一次來到巴黎地鐵，也忍不住發出讚嘆。好啊，哇！你第一次搭？對啊。所以搭地鐵要小心。
地鐵初體驗，就是其實你就是有人拿票，然後有個人帶錢，然後另一個後面，好走進去。還有另外一種是跨的，這個是可以知道的。那這樣查票如果查到會罰多少？好像8、9千，就蠻貴的。沒事啊，自己會破。我剛剛看手皮兒，我每次買這個東西。在經歷非常短暫的轉乘迷路，我們回到了正軌。他以前沒有，我願你找我。好。到哪裡？你要從左岸到右岸。幫各位試過，巴黎的地鐵比想象中還要兇猛。我們也抵達了馬黑區的共和廣場，看見了1883年落成的共和紀念碑。他平常每次會傳一個超級會下地獄的 reel 都。我是 like it。這個這邊有那麼多啊？它是做蛋糕的，是定制蛋糕。好扯哦！定制蛋糕是小黑。你看，哦，哇，不好。一路來到了聖馬丁運河，船會過來，然後船會先停到這邊，因為現在這邊很高嘛。然後我們接下來它要往這邊走，但是這邊水是低的，所以它這邊會放水，所以它的船會慢慢下來，慢慢下來，所以到跟這個水面一樣的時候。這樣子感覺有種直接在這邊生活的那種度假啊，好香哦！在這邊釣魚人，然後很多人都會去前面的人海，那去。对，你這個一定要錄起來。哎，baby，我這個倒成功。好，我們要松得嘍。松得是什麼？松得就是在法國啊，我們一定要說圈圈或松得，然後要看每個人眼睛，然後要順時針看。松得，松得，對，松得。然後每個人都要看眼睛，不然你的那個，有人說運氣會不好，有人說就是你的房事會不好，但就是看你今天要怎麼。我的咖啡就是咖啡，这樣你可以喝。爽嗎？超爽。有沒有比那個布隆的好喝？有，清爽。巴黎的生活長這樣，看看路人。其實這都是假象。假象。都是，其實他們現在就在放假，因為現在是週末。但如果不是週末就不是這樣。很繁忙。對，然後大家臉就會很臭。但我覺得他們還是比較願意，就是坐下來喝東西，然後看路人。對，我蠻喜歡這點。這是他們的文化。文化似乎主宰着當下人們的世界觀，看似隔閡，實則不然。追溯過往至今，文化就是一個支持人們生存的目標。作為異鄉人，我們仍然可以擁抱不同的文化，即便在異地，也可以得到相同的微笑。東城探險。哎，我發現你只要拿個鏡頭，每個人應該都會很好奇。對啊，就會跑過來看。就像我在南方那邊有一個旋轉木馬，我想說就在那邊定卡拍一下。結果他就突然冒出來，有，然後你拍合照的，對，我以為是誰上前過去跟你搭話，我想說，然後入境，對，他就突然跑進來這樣，然後要跟你這樣玩，對，就是然後他就過來摟着我，很熱情啊，就是度假的感覺，真的是很濃厚，沒錯。拈花惹草招蜂引蝶。現在來到一個韓國餐館，叫做媽媽麗，真的是韓國人開的。我在看，我覺得這裡的東西是比台灣的韓國餐廳還好吃。巴黎的韓餐真的很好吃，因為很多韓國在這邊開，日本就這樣子，然後韓國就是這樣子。現在沒有日韓情節，就是純粹好不好吃。沒錯，這邊的餐廳大家還是要有熟門熟路的人來推薦的話會比較好，那不然就要自己踩點了，因為不是所有東西都真的很好吃。上菜啦！因為它外帶的。
吃飽了，吃飽了，要來回去了。在回去之前，朱瑜邀請我參觀他在法國的租屋處，這是真正跟歷史與文化共融的空間。這是我家開箱，台科大現在只有那方跟林人有來，再加上博眼睛。所以我現在是第3位。第3位，台客第3位，可是都還沒來過。他太趕。對，他太趕。就是這一次巴黎最後一天，情侶檔對，來帶我來到巴黎來享受這個。以上就是這一次來到巴黎最後一天的行程了。要這樣子。耶！拜拜。這是。貓超可愛。对，它直接坐在裡面，小小只的。我今天跟觀光客出來，就會看到一些我其實平常也不會看到的畫面啊，bar或者餐廳有卡拉 OK。到此，我的旅程還沒有結束，下回帶大家前往南法的度假之旅。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下一部影片哦。